哈，大家好，我是 Linda，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 Truffle 单车小百科。本集节目由 FSA Vision 赞助播出。那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阿根。嗨，大家好，我是阿根。那今天呢，要跟阿根聊的这个主题呢，其实就是很多车友们都不太理解，脚踏车的种类真的是百百种。那到底每一种车种叫什么名字？它的定义是什么样来分类？那今天就请阿根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种车款呢是淑女车，这可能是很多人会听到的。那对我来说，淑女车大家想象中可能会穿个长裙，然后在城市里面移动。针对这样的情境，我觉得淑女车可能要有3个特性。第一个就是它好看嘛，就是毕竟是淑女要骑的车子，所以配色会很简洁利落。那第二个，它要低跨点，因为对女生来说，上下车假设穿着是比较休闲 casual 的装扮的话，它可能不会是像我们运动的时候穿着短裤，或者是比较机能的服饰。那为了要让你可以好上下车，然后不会在这个上下车之间服装会勾到车上的任何零件配件，所以低跨点的设计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也会让这个上下车变得更优雅。那第3个重点就是要可以非常方便维修，非常容易去做整理。所以包含在变速器上，甚至很多国外的品牌、大型的品牌，它会用内变速器去降低它需要维护的这个时程。那这是我觉得淑女车在车种上面，如果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可以注意到的重点。那大家也可以注意到，就是我们很常在使用的这个 U-Bike，某种程度其实也可以算是淑女车。没错，U-Bike 做了低跨点，所以让任何人如果想要开始骑这台单车，都不用因为它的上管很高，上下车的时候有任何的障碍。然后同时它的变速器采用内变速，甚至它做了这个链条的上面的挡盖，让即便遇到风吹日晒雨淋，都可以避免传动系统受到损坏，那这个让你日常骑乘的时候可以更方便。所以我觉得 U-Bike 是一个很标志性的形象，就大家如果想象淑女车，大概就是长这个样。没错。那另外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淑女车会不会就连接到菜篮车？因为通常淑女车也许前面会有个很漂亮的篮子，让你可以妈妈上市场的时候买菜可以放东西这样子。那因为 U-Bike 也有，但我们就延伸到了，其实如果要买菜，搞不好现在有一种新的车款叫做 Cargo， 其实也很适合。对，我们刚才讲的 U-Bike 真的是一个很通吃的选项，它同时涵盖淑女车的日常通勤功能，同时也包含菜篮，你可以放一些东西。但是呢，随着如果你的载货需求，就买的菜越来越多的话，载货需求会越来越大。所以不管是在国外，或者是这几年台湾都有推出像 Cargo Bike。那 Cargo Bike 的特征就是它可能是在前面的平台，或者是在后面有一个相对大的空间，可以让你放置物箱，或者是让你在绑货物的时候可以更方便。那这样子的车款呢，它要有几个特征。第一个，除了这个平台方便载货之外，它有比较低的重心，因为我们如果载了这么重的货物，在转弯的过程当中，会希望它的重心低一点，可以更稳定一些。那第二个就是它的做这个操控制的过弯，可能轴距会比较长，所以在骑乘的过程中，可能跟我们一般在骑乘传统的自行车会有一点点差异。那 Cargo Bike 这几年在台湾也好，或者在国外，绿能生活的关系，有越来越多人会使用它来载，不管是日常的货物，或者是大型，甚至像有些咖啡厅会直接把这个咖啡的器具就固定在前面，或是宠物小孩也有人在，这非常多。那刚刚阿根讲到的这个半径的问题啊，就是应用在生活上面，就是说你的这个转弯的时候的距离要大一点，比起我们的一般用车。这其实有点像是，如果你是在开车的话，你开一台小轿车和开一台连结车，在转弯的过程当中，可能前轮延伸的角度会变得更长，所以你可能在过一个弯角的时候，你要把头探出去多一点点，才开始做转弯。好的，那聊完这个部分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聊到很多车友都会很喜欢的一个车款，叫做小折。超多人就是会问我说，阿根，你有没有认识什么样的折叠车品牌呢？可以让我做选择。那折叠车其实定义在它的文字上就已经非常明确，就这台车要可以折起来。那当然，这样子的车款对于都市的伙伴来说就是很好的帮手，就我们寸土寸金，所以家里要放车的空间可能也会受到压缩。折叠车的设计呢，其实它就是可以把车子在不骑乘的过程当中折叠到最小的这个空间收纳范围，那让你在家中甚至通勤的过程当中，可以把车子折起来，然后方便携带也好，或者是收纳。那不过折叠车在日常的维护上，
因为它的关节更多了，就是我们传统的车子如果不能折，你可能需要顾的是它的传动、轮胎，但折叠车就是要去注意到它每一个需要折叠的关节。所以折叠车在日常的养护呢，除了跟一般车子一样的传动系统、外胎、变速器，还要去注意它折叠的机构上面有没有需要做保养。那常见的品牌，车友们比较熟知的可能就是 Brompton， 来自英国的这个品牌，或者是台湾呢有个品牌叫 Birdie， 也是非常的知名，所以想要入手的车友可以去 Google 看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继续聊到小径的部分。所谓小径车的定义是什么呢？延续刚刚的问题啊，就是折叠车是很多车友朋友刚开始想接触，他觉得很方便，可以把车子折起来但这时候我就会问他，你真的会有把车子折起来的情境吗？因为折叠车啊跟小径车如果放在一起，有的时候看起来蛮像的，他们都是有一个小小的轮子，然后看起来蛮精致，然后简约的。那如果你没有折叠的需求，就是如果你的日常家中放车还算方便，没有折叠的需求，那折叠车有需要更多维护的时间，这个周期会缩短。所以如果没有折叠的需求，我觉得小径车就真的非常的方便。那小径车基本上所有轮子比较小的车，你都可以把它叫做小径车。什么是轮子比较小呢？我们传统的公路车是700C 的轮胎，那如果是登山车可能是29寸或者26寸，小径车都会是以这个范畴再缩小，所以也许是20寸或24寸，甚至更小的轮胎尺寸。那在这样子的范围之下，其实对日常通勤来说会非常的方便，因为轮子缩小了，你在起步红绿灯起步的过程可以更省力。不过它在例如说遇到一点点小障碍的时候，也会因为轮子比较小，所以比较难操控。所以这个是在骑乘小径车的时候需要去注意的。那小径车呢，看起来比较简约，所以是很多都市型男年轻女生会想要选择的车款。没错。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只要轮径比较小的，其实都算。那刚刚想到的都是比较通勤的画面。其实呢，有一种很有趣的，大家在美国电影一定都看过的这种 BMX， 它也是小径车的种类。对，我们刚才讲说，轮子变小之后，加速会比较快，同时也会让反应更灵敏。所以如果大家有看过 BMX 的比赛，可能有2种，一种是飞越很多的土坡，因为它的轮子比较小，可以做到更多的动作，或者是更快的加速。或者是我们会在这种类似滑板的极限场有看过这种车子上来，然后转个365度，也会因为轮子比较小的关系，让车手更容易做到这些动作。所以其实 BMX 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小径车。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今天小朋友想要骑车，是不是就骑小径车就好了呢？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迷思，大家会觉得说轮子越小就越适合给小朋友骑。确实，因为轮子变小，整个重心或者是踏上车子的高度会相对降低。但是呢，其实小朋友的车子我们统称叫做童车，它其实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它要轮子小，因为让小朋友好上下车。那这是大家可能会跟小径车搞错的地方。但接下来的几个点呢，可能是大家在挑选童车要注意的，包含坐垫的宽度、把手、刹车的位置，能不能让小朋友因为手比较小更好去拉到，然后包含踏板的大小，这些都是需要去考量。甚至更多大厂他们在考量小朋友在踩踏还没有发育这么完全，它的2个踏板的宽度，踩上去之后的宽度也会再靠近一点点。那这可以让小朋友在骑乘的过程当中更有自信的去操控单车。如果我们想象自己小时候骑车，可能有挑选到轮径比较小的车子，哇，但是那个把手在握刹车的距离都超远，我们都只能用脚下来刹车。所以小朋友的童车在挑选的过程当中，除了轮径要考量的车架的大小、坐垫的宽度、踏板的大小，还有能不能顺利的拉到刹车，有很多点是童车更需要去考量的。我觉得有个非常非常直觉，就是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今天一台车就是你要趴很低，手才拉得到刹车，那就是很危险的。对小朋友来说，用小径来骑就是这种感觉。没错，对，所以还是要挑选适合的童车。那接下来我们要聊到，除了小朋友以外，还有更小的小朋友，是要从什么？如果我今天是婴儿开始，就想要让他开始学习骑脚踏车，现在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就是滑步车。对，那请阿根现在自己有小朋友了，对，但他还没有办法体验到这种车款。每天看到我把车子拿出来，他说骑车，但是他的脚还碰不到地。但当小朋友身高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呢，我们可以选择没有踏板，那他只能用双脚对地面推行的这种 push bike。那它的好处是，过去我们在学习单车都是从4轮，然后拆掉一边，然后变成2轮，所以我们是先学习了踩踏往前的动力。可是大家会开始骑车之后，如果比较进阶的车友就会知道，其实速度越快越容易平衡。可是这就会让
刚入门的小朋友少了在低速控制稳定性的能力。所以 pushback 的设计呢，就是在你的脚推的这个刚开始力道还没有那么快的速度之下，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去学习平衡，然后同时脚落地的这个状态也会让小朋友比较有信心。那如果真的控制不稳定，脚落下来就可以支撑到地面。那 pushback 是这几年从可能2岁一直到5岁，很多小朋友会刚开始接触到单车一个很好的工具。从小就开始接触是很好的，因为小肌肉有记忆，长大的平衡就会非常的好，还有协调性。对，那最后聊到一种，就是大家都很好奇，什么叫做电辅车？到底什么叫做 e-bike？ 请阿根帮我们定义一下。e-bike 呢，跟我们想象中的电动车是完全不一样。电动车呢，可能是我们在路上看到有这种坐在上面一吹就跑的车子，那完全不需要任何的力量。但电辅车呢，它是电动辅助自行车，所以它需要你还是有对踏板施加，不管是功率或者是这个踩踏的动作啊，甚至有一些比较大的品牌，它在写这个程式的时候，会要求说你的踩踏转速有超过一定的转速，辅助的动力才传递到你的轮子上面。这样的车款有什么好处呢？对于我们刚开始想要骑车的人来说，假设面对到一个爬坡段，那这个爬坡段对你来说非常的吃力，你可能就会放弃这项运动。但电辅车的好处就是它给你一点助力，但你还是要靠自己的踩踏，不管是维持一定的回转数，还是一定的功率，让你帮你多推一下这种感觉。所以对于日常通勤来说啊，有些人很讨厌红绿灯起步的那种吃力的感觉，电辅车就可以帮助你。所以大家过去会觉得说电辅车好像只出现在越野单车上面，因为这是最适合的情境，我可以很开心的下坡，上坡的时候有电帮我辅助。可是慢慢呢，也开发到了包含了电辅的菜篮车、淑女车、通勤车，甚至连童车也开始有电辅的介入，那让你在刚开始接触这项运动的时候，可以比较容易入手，或者是你的年龄越来越高，一些乐龄的长者，他可以在膝盖比较小的负担，也享受到单车这项运动。没错。所以刚刚提到的所有的车种啊，只要加上电池跟马达，它就会是 e-bike。所以其实，在定义上面，我们很多就会是例如是 road bike 是公路车，我们就会加一个就 e-road bike。是，对，那就是一样的概念。任何的车款加上电动的马达跟电池，都可以成为电辅车。这也是新手的车友们很好的一个选择。那今天很谢谢阿根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那也欢迎各位车友继续锁定我们 Truffle 的单车小百科，未来还会跟大家继续分享很多跟单车有关的知识。